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什么东西都是靠机器来写，靠机器来读，那我们人不是越来越笨吗？什么都不会做了，都交给机器人做。那时候他还没有智慧去 I wasn't able to find Apache in your Apple Music 去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 Siri 的，就很烦。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erry。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 AI 呀。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 AI， 然后最近大家都在聊什么 ChatGPT 啊，很多那些。对，那我觉得突然一下子觉得 AI 已经不知不觉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对，所以那我今天请到 Jerry 来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位电商，他自己现在在开发一个产品是跟 AI 有关的，所以呢，我就想来采访一下你这个整个过程，然后你对 AI 的一些看法。对，实际上他要卖的这个产品是个鼠标。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鼠标是有个什么样的功能哈。其实我对 AI 没有太了解，我记得 Jerry 他在还没有开始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调查，就在我们朋友中间，然后就是调查大家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接受度。那我记得我拿到你的这些问卷的时候，我当时是觉得，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排斥，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机器嘛，很多东西都是为什么又跑出来又是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什么东西都是靠机器来写，靠机器来读，那我们人不是越来越笨吗？什么都不会做了，都交给机器人做。所以我不知道Jerry你自己作为这个产品开发，就是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很多人是跟我一样，还是跟我不一样？很好奇。回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因为目前 AI 也才兴起差不多2年半到3年时间，从一个很雏形的东西一直到现在 ChatGPT 的问世。那其实在 ChatGPT 之前，像Siri 或者是 Alexa， 它其实已经是类似仿人工智能的东西，不过那时候它还没有智慧去 I wasn't able to find Apache in your Apple Music 去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 Siri 的，就很烦啊，他就会来打扰我们。对，所以我那时候问了身边很多的朋友，还有亲朋好友，他们对于 AI 的一些看法。那因为 AI 这东西很新，所以我得到差不多70%的人，他们说他们目前对 AI 的这个了解没有很深。那当你没有了解很深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排斥或者是不去使用，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对你生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那有一些人是知道怎么使用 AI 的，但是他目前可能觉得他没有需要用到。那还有一部分的人是他完全不了解，但他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分成3种人。那我觉得目前身边我得到很多的反馈是，有些人他想要去了解 AI，但是目前太多的工具或者是太多得到的资讯是说 AI 很恐怖，会好像就是让人类变得越来越笨，或者是它会，比如说我们以前操控人类。对，以前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Terminator 嘛，魔鬼终结者，他就在讲说 AI 怎么把人类毁灭，就是很多人会去讲这个东西。所以即便你当时做这些调查，你的结果没有那么的乐观，但是你还是毅然决然的开始做这个产品的开发。对，所以当时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动机是觉得说AI 这个东西whether or not 我们不管排斥或者接受，它未来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趋向。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排斥它，你不如先去接受它，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它，然后引领大家说我要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个东西，而不是等到之后可能它已经兴起了，我们才要来学说那我要怎么去跟这个东西共存，而是你成为这个 field 的一个开发者之一，去领导 AI 的走向，而不是说我们以后被这个世界或者是被一些 abuse AI 的人去带领说把 AI 带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变成说我们基督徒要迫使去接受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先在 AI 这个 field 有一定得到一定的成长，或者是有很多自己不同的 ecosystem，那我可以有一个专门就是给基督徒的 AI 去使用，那告诉基督徒如何正确的使用 AI 来帮助你的生活。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的人，像 ChatGPT 它就是一个 learning curve 的东西嘛，80%的人都不使用，80%的使用者都是非基督徒，每天跟他讲说圣经是不好的东西。那等到10年过后，这个人工智能他就认为圣经是不好的东西，你问他任何圣经问题，他可能都不会回答你。但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众的基督徒在使用它，一直跟他说，问他很多圣经的问题，问他很多的东西，他的想法就有一部分人在问这个东西，他就不会抹灭掉他这一部分的 answer， 他反而会去说好，他给你的答案或许不是最准确的，但是至少他不会从这个人工智能中消失。就像你在教一个小孩子，如果你从小跟他讲说基督徒是不好的不要信教我们现在是要以科学至上，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孩子他未来的生长就是以这个方向去。对。但是如果你从小是给他有一个信仰，跟他讲说祷告读经，我相信这小孩子他的成长信仰会是他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投入到 AI 这一部分。我希望说在未来的将来AI 不会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工具，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迫害我们的工具，而是我们可以去使用它的一个工具。是，哇，我觉得你这个动机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但是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这样讲以后，我突然就是意识到说 AI 它其实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中性的。它不能说它是就是很 evil 很邪恶，也不能说它就是哇就是这个什么都好很完美，它其实是中性的，就看我们人怎么去使用它。对，如果使用它的人是很邪恶，它就会变成很邪恶。对，但使用它的人是很善良的，那他可能就是很善良，他就做很多好的事情。对，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在这个上面需要有责任，就是怎么样，就像你说的刚才。你说 AI 它是一个趋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算我们不喜欢它，我们不想用它，但是可能过10年20年以后，我们不得不一定要去接触它了。就好像那个 iPhone， 我记得 iPhone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都很排斥它，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什么都又可以拍照又可以做这个我说我不需要，我打电话就好了，发短信就好了，我为什么要需要一个可以拍照的，可以录影的，还可以做很多什么地图，什么都有在里面。我当时就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花很多钱去买 iPhone， 结果过了还不到5年吧，我自己也买 iPhone， 然后所有的人，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有 iPhone， 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阻挡的一个趋势。没错，对，就好像我就想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发展，其实它都是就是不断的在进步。对，就刚开始是我们讲到启蒙时代，启蒙时代就是开始有了印刷术，有了这个打字印刷业，然后有了书籍，所以那个时候文化就是广泛的传播，包括我们的基督徒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圣经就开始传播。然后那个就是启蒙时代所带来的一个革命然后呢在接下来蒸汽机的发明，当时其实也是很多人去抵制它的，就很怕，大家都觉得这个机器是很可怕的东西。但是这个蒸汽机革命就带来工业革命，整个所有的这些生产都提高效率，然后经济发展，然后整个欧洲就这样子发展起来。对，然后之后又再出现了这个电脑，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出生的这个年代，就出现电脑以后就是整个带来的就是一个技术的应该叫什么技术革命吧？对，技术革命，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数据化，然后之后又有这个Internet 网络，对，网络出现的时候，我记得也有人反对，就不知道那个上面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家长都很害怕小孩子接触网络怎么样。但是你看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其实都要用到网络了，他们就是给孩子布置作业都是用网站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网络的出现，就带来这个信息的革命，信息高速的传送。我们以前看电影都要
下载才可以看嘛，现在直接就在云端，就在线上就可以看，就是所有东西都改变我们的生活。然后现在出现这个 AI 人工智能，对，那大家又开始反对，也开始惧怕，就觉得说它会代替人啊，有一天它会来毁灭我们人类。那你觉得 AI 这个东西带来什么革命？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会带来一个人类的革命的话，那你觉得 AI 带来什么革命？我觉得 AI 会带来的革命的话是跟刚刚入之前讲会比较不一样，它反而是会带来我们人类平常生活很小的事情，反而会变成去使用 AI 去完成。我个人是蛮喜欢看电影的，那我自己之前也很喜欢一部电影，就是复仇者联盟有一个叫做钢铁人的一个角色。那如果观众知道的话，就是钢铁人他戴上一个头盔之后，他就可以跟这个 AI 互动。那 AI 互动的时候，他就会去帮你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跟他说我要看到什么样的资讯，我现在要看到什么样的新闻，它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 AI 所带来的革命会对于说我们人类如何学习知识，还有我们如何去运用这些知识会有个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互联网 Internet 它虽然说知识都在上面，但你要花时间去看它，你要花时间去整理，你可能会看到3种不同的版本。那以你自己的可能成长背景还有你自己的知识储备，你会去选择说哪一个是你觉得最合理的，然后你会把那个放到你的知识库里面。但是以后 AI 学习会不一样，变成说你问 AI 之后，它就会直接给你一个 result， 就只会有一个。那你这就会变成说，你看完这个 result 之后，你选择你觉得这个你吸收到的知识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再加上说 AI 这个东西，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直在 based on 我们人的 search， 还有你的 user base， 它会一直去改变它的想法，因为它就像一个人，你一个人从0岁到50岁，再从50岁到80岁，你的想法、你的变化一定是会有改变。它之所以叫做人工智能，就是它要模仿人类的思考模式。你今天跟他对话，它就是不像一个机器人，你跟他讲说 A 是对的 ，B 就一定是错的，他会照着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人家使用他的一个数据，他会觉得说，他今天可能觉得 A 是对的，他今天可能觉得 B 是错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AI 会让我们人类学习知识的方式做出一些改变，变成说你今天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正确的使用它，你才会得到安全或者是好的一个知识。对，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我很希望说能够进入到 AI 的这个产业当中，设计出一个以后可能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一个安全的，而不是说不安全或是给你一些 false information 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资料的一个 AI， 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以后的一些小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对对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AI 它不像是一个程序，是一开始就已经植入进去了一个 program，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开发这个东西的人，他是一个很抵制这个基督圣经的，他可能就会说人就是猴子变的，或者人不是上帝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东西植入这个 AI 里面，它就会变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但是你刚才讲的，好像我理解的说，它不是一个先植入的一个观念，而是说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形成的一些的观念。你是这个意思吗？它其实是会改变的。它其实会改变。那当然说在 就是这个 developer 它也很重要，就是因为它的 presetting 它会因为现在 AI 它还在一个算是很雏形的东西，所以它目前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还是会照你程式员给他的程序说他这样去跑，但是当他越来越聪明的时候，等他达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他或许可以突破到那个临界点，但是我们目前还不太知道，因为现在 AI 它也出现了3到4年而已，你不知道说它真正的 potential 在哪里。就像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就算今天在一个非基督徒长大家庭长大，你或许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说我之前活在谎言当中，你突然接受主，我们不知道说 AI 它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储备或功能，不过你一开始给它的资讯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也觉得说基督徒需要很 active involve 到 AI 的这个技术当中，而不是在旁边
看说它怎么发展，我们要对投入进去，因为你不投入的话，我们要去影响它。等到它真的变成说你一个很难改变的东西，你就只能对，迁就着它，就被改变。我们反而是要 create 一个是我们基督徒很 safe 可以去使用的 AI，比如说你今天问 AI 圣经的问题，它会回答你，而不是说你今天问 AI 这个圣经的问题，它会说可能目前的社会当中大家不认可圣经这本书，所以我不做出任何评语。如果你把 AI train 到这样的话，那以后你问 AI 它就不会再给你这样的问题。那你要 imagine 以后小孩子可能以后我们自己的小孩子10年20年后，他们学校一定会把 AI 加到这个 learning 的里面，他一定会学习。那如果他每天都接触到AI 都说圣经是一个不好的书，那我要怎么去影响我的小孩子？对，你家长跟小孩子时间，如果去一般学校，学校占80%，家长只占20%左右，你要怎么用到20%去影响小孩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如现在就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在未来的发展之后，有一个是基督徒很 safe 可以使用的一个 AI，它就是你要把 AI 想成就是一个人，你在跟这个人学习，他现在是0岁，你要如何让他可能到20岁的时候能够很跟你对答如流，而且跟你的整个 core value 是很像的。对，哇，对，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就有点像早期的那个电影对人的影响。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其实他们的信仰不是他们的父母去影响，而是媒体，他们接触到的电影一些文化歌曲什么的。所以如果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会不会流失这么多年轻人。对，你知道，就有一代人他们是因为被媒体洗脑，然后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父母的信仰。对，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愿意在媒体的这个地方去比如说去做一些很合乎圣经观点的一些电影或者是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媒体是基于圣经基础的话，可能那个时候不会有这么多人他们会离开，年轻人对，所以现在这个 AI 也有点像就是一个潮流嘛，就是年轻人很想去接触，但是如果基督徒都没有站在那边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就又失去了，这些年轻人就又被就被洗脑了，又被AI 它所传递的一些资讯、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可能又被他们给影响带跑了。对，所以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互联网 Internet 刚发展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我觉得很多教会没有 involve 进去但是随着影音媒体的发展，比如说像现在做这个 YouTube， 就是要借着这个 Internet 的力量去把这个福音从各国不同的角度散播出去。但如果想象如果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群人这样投入进去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我们这个传教的这个方式，或者是这个基督教它在这个 social media 的这个influence 的这个影响力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那时候进入的太晚了，反而是等到大家一开始想到 YouTube 的时候就是 entertainment， 我要看影片娱乐自己。但是如果那时候 YouTube 很多人就开始传福音，或者是做短影片关于圣经的故事或者是 testimonial 的分享那或许它的整个 dynamic 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自从看到就是 Internet 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我们大家可以 involve 进去，但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很 finite 或是还没有一个很 saturate 的一个的一个产业之前，你先进去看说你怎么样可以影响这个产业的发展。哇，好棒啊！听到这里我就觉得杰瑞你真的在做一个先锋者的工作就是好像走在这个前沿。对，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讲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产品，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的。对，那我的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滑鼠。那这个滑鼠它主要就是有3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像这只滑鼠，像我刚才讲到，它有3个按键，就是一个 AI 按键，一个这个是 voice 的按键，然后一个是 translate 按键，它都有图标去显示。那比如说像这个 AI 按键，我就可以，比如说我有这个电脑，我就很快的按一下，它就会把这个 AI 的 prompt 叫出来。那叫出来之后，我就可以问它问题。那我现在
把这个语言设置成 input 的语言设置成中文，然后 translate 我把它先把它设置成英文好了，英文 English US， 然后 typing 的话也用中文。那我就可以对着我的滑鼠说，给我圣经创世纪的简报。那 AI 它就会开始去做一些剪辑。那一开始他会跟你说，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很基础的，那我们也在让它 train，所以他会跟你说创世纪简报它可能没有，但是他会跟你说创世纪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希伯来文圣经的一部分，他会给你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知识。那这个是你就可以不用打字，你可以直接输出跟他讲话，他就会把你要的这个拿出来。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接 export 成一个 document。那比如说你今天在做简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弄出来，你不需要 copy and paste， 它可以帮你 format 成你要的。那或者是如果问他，所以这个不是 ChatGPT， 这个也不是，你没有用到 Google， 你就是只是用到这个滑鼠。你没有连到这个有连到网络。那因为是我们是使用 ChatGPT 它的基础去 train 的一个 AI， 所以它给的回复还是会跟ChatGPT 不太一样，但是它的一开始的 open source 是一样的。但是就像我说的，更多人使用，更多人给它不同的 input， 它会慢慢的学习成长，这样子。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像 PPT， 那 PowerPoint 就是说你可以很快的做一个简报。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关于维他命 D 的资讯 ，OK， 那我打进去之后，它就会开始把这个资讯全部丢出来。那因为目前这个软体它是preset 在英文，所以它跑出来的资讯会是英文。那之后是可以让它改成中文的，那我们就让它慢慢的跑。那这些就是它跑完之后，它可以很快的生成一个简报，那你就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可能是一些 design 的工作啊，或者是找很多的资料，这些你可以看过之后，慢慢去筛选哪一些资料是你觉得有用处的，或者哪一些资料是你没有用处的。就像我刚才讲的 AI 如何帮助到你，一个好的学生他会用这个 tool 做出一个简报，然后去做出一些很快的一些剪辑，还有他想要传达的知识。一个坏的学生他就会按 generate 然后就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教未来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要开始使用 AI， 告诉我们以后的小孩或者下一个 generation 你要怎么去使用 AI。 它不是你一个问他问题再去丢给你，要自己再去把他的资讯完善的一个 tool 这样子。对。那哇，这么多信息对，那他到时候会跑完之后，他会跟你说几页，那你可以自己，他可能会做一个18页的简报，你可以自己把一些不需要的 information 全部删掉，把它变成一个6页或者7页的一个短简报，这样子。对。所以真的是以前的人要做一个简报呢，要去图书馆，要翻很多书，对不对？要借很多书。然后后来人有 internet 以后，你就是要上网，要去查很多网站这些。那现在有这个 AI， 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出来，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给你，然后你就是去做筛选。对，因为像你现在看到他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他基本上是把他所有知道的资讯都给你，那你再慢慢的去做一些筛选。那他现在就会说，他 conclude， 所以这一个关于维生素 D 的，他就帮我做了21页的简报。那还有 thank you 最后一页。对，你可以，他这边就会给你这个 page 的 title 是什么，那它里面的 subtitle， 还有它里面的 content。那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剪辑。那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你就直接按 get PPT， 它就会帮你把一些 select 的 template 做出来。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设计，我按 use template， 它就会开始把这些设计、这些文字图案丢到这个 template 里面。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 PPT download 出来。哇，21页的。那你看它就会帮你overview 是什么，然后 subtitle， 当然这些 icon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小的变化，但是很快的你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好看而且有 well organized 的一个 PPT 出来，这样子这些图片都可以去做更改。那我可以直接说 download PowerPoint， 那它就会直接帮我变成 PowerPoint 的 format， 哇，这样子。对，所以3分钟就可以做一个21页的简报。对，所以为什么说
我刚刚 emphasize 说，会使用 AI 的人会 replace 那些不会使用 AI 的工作量，因为你一天的可能你一个人你不使用 AI， 你可能一天只能做一个简报，但我现在用 AI， 我可能可以做10个，但我当然还是要去把里面的内容做一些更改，做得更好。对，那下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目前很多人就是不会使用 AI， 但是我跟我的团队有做了一些，这叫做 pre-built parameter， 就是说它这些东西已经是放进去的，你只要给它很简单的指令，它就会给你一个prompt 出来。比如说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就是这个travel itinerary，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哪里度假，我就选择可能3天，那我们就直接打纽约好了，我们放 New York， 那它就会我按 start writing， 它就会跟我说纽约的一些背景，还有它一些景点应该在哪里，然后帮我把我3天的这个行程列出来。那其实这些 ChatGPT 或者是目前上的 AI 软体都做得到，但是你要给它很多的资讯，你才可以得到一个很 finite 的一个app。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如果有更多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我今天如果要去哪里玩的话，我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哪里可以好玩，我就可以很快的 plan。以前我可能还要开好几个 Google 的网站说哪里好玩，然后去比较价钱性价比。现在而且它很细致还有什么吃什么，每天吃什么，对，还有 precautions， 你要注意，还要跟你说纽约的 Chinatown， 然后有些有的没有，就是这些是我们 pre-built 的一些 app。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可能以后会有一个专门的 Bible app， 你问他问题，他就会专门回答你可能圣经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 sensitive， 一般可能 AI 不会触及的一些知识库这样子。那比如说像如果 Ru 是做这个 video editing， 你可以点这个 video script， 然后你就跟他说你想要做一个关于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讲 AI 滑手，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讲一个 computer， 我就讲 computer 的一个ads 好了，那我按 start writing， 它就会这个 video script 它就会跟我说它应该是 voice 1 voice 2， 还有你整个 setting 要怎么去弄，那它可以一直去生产，给你生产可能10种不同的 theme， 那你自己去选一个说你觉得最好的，他连这边比如说这个人要讲什么他都已经跟你讲好你要怎么 cut 他也都帮你弄好。所以一样我要 emphasize 就是说 AI 是一个帮助你的工具，而不是你去 abuse 的一个东西。对，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做事的流程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快，而不是 slow down。比如说以前我可能要找10个不同的 example， 我去想，然后慢慢去把 script 写出来，怎么 fade in， 怎么 fade out。像 AI 它可以很快的帮你做出来，你再自己去做一些很简短的一个 editing 这样子。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语音输入的功能，那我现在是设置语音输入是以中文为主，那我就问他说今天的天气如何，那他就会帮我直接把我刚刚讲的字句全部输进去。那我可以输英文，我可以输西班牙语，我们目前我们的 AI 支持到100种语言以上，对，所以可以很放心的使用。那下一个就是这个翻译的功能，那翻译的功能一样就是把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插件打开，你让他知道说你今天你讲进去的语言是什么，你要他的语言输成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准确性，我先把它设成英文，然后把这个设成我可能今天不知道的 language， 我比较对 Spanish 比较不熟好了，我去找 Spanish， 好，然后我就按住这个翻译键，我现在讲英文Give me a business report about KU basketball game。那它就会直接帮我翻成西班牙语。那我们已经经过很多测试，我们可以把这个 copy and paste， 我们到Google， 我们来看说Google Translate， 我们现在是 Spanish 到英文，我把它丢进去 ，a commercial report about KU basketball game， 所以基本上它是很准的，90%到95%都没有问题，所以它的 convenience 就是今天你在学一个语言，或者是你听到一个你不懂的句子，你可以很快的把它进行一个翻译这样子。那这个翻译键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一些网站
Google 它是有 provide 这个翻译的功能，但是只要配合我们的滑鼠还有我们的软件的话，比如说你对于这行字你看不太懂，然后你今天可能刚好在学 Spanish， 或者是你希望它进行一个翻译，你只要按一下，它就会很快的帮你翻成。目前我是把它设成翻成中文，它就把它翻成中文，你就不需要可能多一步去对 copy paste 或者是打开什么东西。而且这个是适用在任何的 PDF file 网站上面、文书档、Word document 都可以。Google 的翻译目前，比如说你要使用 Google 的翻译的话，它只限制于在说当你打开 Google browser 的时候，对，它没有办法可能做一些其他的。那比如说我打，所以就是任何只要你鼠标可以 highlight 的地方，它都可以翻译。对，比如我这边打 music， 我按一下，它就会帮我翻译成音乐。我今天在 Word document， 在 PDF file， 只要我能够 highlight 的东西。那比如说在读电子书呢？电子书，如果你电脑可以打开的话，它也可以翻译。那电子书的话，就像你说，有的时候你得到的一些资讯，它是一个 image 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你可以去 select 的状态。那么滑鼠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OCR。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我直接打 OpenAI 好了。OpenAI， 我让 Google 去 search 这个。那 Wikipedia， 那我如果今天得到的资讯，比如说我们不要用这个好了，我们按 News， 我们到这边，那这个如果我今天得到的一个 file， 它是一个图片档，就是你看不懂的话，那我们的滑鼠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简洁的功能，你只要按一下这个 AI 键，它就出来，然后你到 OCR。然后按这个，然后把你刚刚截取的图片丢进去，然后它就会可以帮你 scan， 它就会把你所有的这个图片档变成文字档，那你就可以把它框起来，做一个很快的翻译这样子。那只要你能够框起来的，我们的软体都能够做翻译，它就可以很快的帮你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对。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产品。那我们当然随着 AI 的进展，我们这个软体它也会持续的更新。比如说目前 AI 已经发展到就是你跟它讲一串字，它可以做图片，或者是现在 OpenAI 也推出，就是你跟它讲一串字，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影片。我们的 AI 也会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持续的更新。对。所以就是不需要再换新的鼠标对，不需要换新的鼠标，只要你买这个鼠标之后，你所有的 AI 软体都会是免费的。那我们也会随着大家的feedback 还有想法，去对我们的产品做出一些新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目前的 assistant 只有这一些，但是比如说大家希望说专门有一个像我刚才说的 Bible app， 或者是专门有一个可以帮我回答一些小问题的一些东西的一个软件的话，我们可以借着大家的 user experience 去把这个 parameter 设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很轻易的去使用这样子的软体。对。哇，这个真的很厉害。听起来真的这个功能很强大，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到底要多少钱，会不会很贵？目前因为而且有两种颜色，我们有两种颜色，黑色跟白色。那因为目前我们是在做这个 pre-launch 的这个promotion， 所以这个产品真正以后发售到市面之后，我们是定价在120左右美金，120美金。那因为 AI 的这个软体我们是 provide 免费的，所以你只要买这个之后我们推出的新的软体 update 的更新都不需要做任何的 subscription。现在目前很多的 AI 软体，你要 unlock 它的 full potential， 你都要 pay 这 subscription fee。所以我们做出的是，你只要 pay for 这个 hardware， 以后 software 我们不管更新到更 advanced 或者是更新一代的 AI， 你都完全可以免费的使用。那我们因为现在 pre-launch， 所以我们有一个折扣价，如果你现在support 我们，然后先点进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早鸟优惠，这样子。对，哇哦，太棒了！所以你们是有一个网站，还是在 Amazon 上面？我们目前是有一个网站。
那我们之后的这个产品会在 Kickstarter 上面推出。那我们目前是在收集客户的资讯，还有一些反馈都可以告诉我们。那你加入了我们的这个email list 之后，你可以特别到一个叫我们的 VIP group， 你可以把你对于一些 AI 的想法啊，或者是你希望这个滑鼠以后还有什么样子的功能都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希望在推出来的时候，这些产品是达到你们客户所想的这个需求，这样子。你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想象说这个滑鼠以后的未来怎么走，然后你们对于 AI 的一些想法。那当然滑鼠是我们第一个产品，我们也当然非常希望说以后可能会有不同的 hardware 结合到这个 AI， 比如说我们是希望 create 一个 ecosystem， 那以后可能就有点像 Alexa 这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Bluetooth device 在你的桌上，你跟它讲话，它可以直接 connect 你的电脑，它就可以把更多的完成，就不需要透过可能打开电脑啊，再 open software 这样子。当然这个是要等到 AI 的技术更全面，然后当然等到我们公司发展的更大的时候，这是我们想要走的趋势这样子。哇，所以如果你有心加入 Jerry 的这个梦想哈，他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神国的梦想吧，就是真的是在AI 的领域，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挥影响力。所以如果你对他的这个 project 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留下你的 email。你说我会放一个 link， 他们的网站的 link 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大家去点，然后可以输入你的资讯。那如果你对这个滑鼠有兴趣，就现在他们已经可以买了，是吗？我们目前现在是 pre-launch phase， 我们估计在今年差不多5月底6月初的时候，会把这个产品陆陆续续的寄出去。如果你有 subscribe， 你有购买的话，我们产品就会在6月的时候开始上出。那目前就是更多的在得到大家的一些feedback， 然后再把它优化成大家心目中好的一个产品，然后做得越来越好这样子。对，太棒了。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加入这个 project。对，那我们真的是很期待你这个产品可以一下子就是改变我们的整个的对 AI 的感官，对 AI 的这个看法，也可以真的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工作的一个帮手。谢谢杰瑞今天的分享呀，祝福你的这个新的生意哈。好，谢谢，感谢神。对，好，那也祝福大家。所以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一些建议的话，杰瑞也可以看到他也可以回复你们的这些comment。所以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次见，拜拜。